各位长官，还有各位这个科技部的前辈，还有辛苦的工作人员，大家好。那我是这个总计划主持人吴家芳。那我目前是在高雄医学大学的环境医学研究中心担任助理研究员。那大家看我这个，我是这艘船的船长。那大家看我的共同主持人就知道，他们一定不会是我的船员，那他们是我的军师团。那我非常的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计划。那我觉得我的这个计划呢，应该可以算是唯一一个不一样的例子，是我觉得我结合了这个突破型的计划跟辅导型的计划，因为我是这个变相被辅导的这个 PI。但是我希望这个例子是可以是成功的。那我们的这个共同主持人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这个军师团陪我从高雄一路上来到这个宜兰来。那我们的这个军师团有我们公卫系的这个彭琼宇老师，那他是做这个暴露评估的一个专家，还有我们这个做基础医学的医学研究所，跟我们这个动物研究中心的主任谢翠娟老师，还有我们公卫系的这个公卫系的吴明昌老师，也是我们环境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我们共同的想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油烟当中醛类化合物的环境基因间接体学与非抽烟肺腺癌的一个跨领域的研究。那抽烟的人口在降低当中，所以这个非抽烟肺腺癌的一个议题就相对的它的重要性就被提升。那在过去20年来的这个流行病学的研究指出说，油烟它的确是会造成这个肺腺癌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子，但是目前的证据仍然不足以证实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这个计划的特点就是希望能够用一个近年来国际上一个新兴的领域的一个技术，这个环境基因间接体学，来提供不同面向的一个科学证据，来证实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关系。那我就直接切入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环境基因间接体学，它的这个是什么介绍一下这个环境基因间接体学。那我们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基因毒性物质，它会攻击我们的 DNA。那在这个碱基上面形成修饰，那形成这个 DNA 的这个共价键结物，我们叫 DNA A 大。那这个 DNA A 的产生呢，它会造成我们 DNA 上面的一个配对的错误。那配对错误进而如果没有被配对错误进而会造成一个突变，造成一个 mutation。那如果你没有被及时的修复的话，那它就会产生后续一系列的一个这个生理上面的一个变化，包括说这个基因的一个表现的改变，或者是细胞功能的不正常，或者是最终导致这个细胞不正常的增生，然后造成我们的这个 cancer 的产生。那 DNA adatomic、omic 大家就是可想而知，在早期其实我们一般做的都是单一个 DNA 的一个 A 大，那来看它跟这个癌症之间的一个关系做评估。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利用一个新的技术来全面性的评估环境当中的这些基因毒性物质，它对于我们 DNA 上面的碱基修复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评估，那来进一步的评估跟这个 cancer 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本身的专长是在做这个生物指标的一个方法的开发跟建立。那在过去，其实我做了比较多是环境毒物，像三聚氰胺或者是塑化剂的这些暴露物质的这些生物指标跟疾病的一个关系。那所以其实这个技术跟这个领域对于我而言，跟我们的这个团队而言，它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现在才第1年的一个阶段性的进度报告，所以我的成果其实只是要呈现说我们这1年努力的一个过程这样。那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报告大纲。那这里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关于我刚刚所提的这个 DNA adatomic 和这个领域属于比较一个新的领域。那我简单的去统计了一下，就是以目前在全球在做这个部分的话，大概篇数不会超过50篇。那做最多的呢是在美国，在亚洲的部分是在日本。那在这边的话，在美国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主要是分成这3个 group。那这个 group 呢，它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这个 Masonic Cancer Center， 那它是这个领先在做这个 DNA adatomic 的部分。那这个也是我们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伙伴。那另外2个团队呢，是在佛罗里达大学跟 California 大学，那都是做 DNA ADA 的一些专家。那这个计划的一开始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团队成员在108年的时候有2篇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发表。那我们提供了科学证据给这个政府的劳动部，来协助给这个劳动部来评定，就是全球首例的，就是长期暴露在油烟
那导致这个厨师罹患肺腺癌的一个个案。那主要是我们这个吴明昌老师，他利用了这个中餐技术室的一个巨量的资料，结合这个癌症登记档，那在分析了将近30年35万笔的资料。那在这边可以发现到是说，在中性厨师，尤其是在女性的部分，它有3.56倍高的这个风险会罹患肺腺癌，尤其是在你工作年限大于5年以上，它的危险性又会提高。但是在男性的部分没有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油烟当中含有许多的这个基因的毒性物质，那有些是已知的致癌物质，有些是还不确定它是个致癌物质。那但是在这个国际的癌症的组织 IRC 在2012年的时候，它已经将这个高温油炸的这个排放物，我们称为叫做 cooking oil fume， 它把它列为是 Group 2A 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致癌物质。那在过去在做油烟的研究当中，其实PAH 这个致癌物质，它是已经被探讨一个最多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在这些基因物质当中，其实这个醛类的物质，它是一个可以被视为是油烟的一个特征的排放物。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高温下的这个应该是说食用油在高温下，它是一个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裂解的一个产物。那这边有2张图是目前有针对这个油烟当中排放出来的空气当中的醛类物质跟 pH 来做一个文献上面的比较，以及跟我们实验室的一个比较。那在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彭老师的铺路评估的研究团队之下，我们有发现到是说，在这个不论是实验室模拟的这个有采样的这个油烟，或者是我们在餐厅采到的，都可以发现醛类物质明显的比 pH 这个致癌物质来得高至少20倍以上。我这边是log transform 的一个 scale， 所以其实这边是100到1000。那可以发现，不论是我们的研究或者是在文献上的研究，其实醛类物质的含量都比这个致癌物质来得高。那其中在这个醛类物质当中 ，TTTTE 是近年来被提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物质，但是相对它的一个研究，在目前来讲，其实它还是非常的少，所以我们就提出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物质在油烟当中会跟肺腺癌是有关系的？那这边就提到刚刚前面提的这个我们计划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这个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asonic Cancer Center 的这个 Chair Professor， 这个 Professor Rob Turisky。那在过去，因为我们在在学术上面有一些合作交流，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到他们的实验室去做一些计划上面的合作跟讨论。那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讨论主要的合作计划的附加价值之外，有讨论到了这个研究议题，那他也非常的有兴趣。那所以我们其实一系列就是过去一直都有这个合作的一个互访。那也因为这样子，再加上这个萨克顿计划的征求，所以就诞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整合型的计划。那我这个计划的话，主要就是我利用了这个计划，结合了4个不同的一个不同领域的一个专长，那来共同的想要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的核心主要当然就是以我做这个分析的部分，以及跟这个Professor Rob Turisky 的实验室来一个国际上的合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尖端的技术来做这个 DNA agatomic。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再结合我们在这个转化医学上面的一个 bench to bedside 的概念，就是从这个实验室的成果应用到临床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就成了一个这样子一个铁三角的一个研究团队。那以我的中心去串联了我们的这个子计划1，这个彭纯宇老师负责的这个铺路评估的团队。那我们针对油烟当中的醛类物质来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评估、采样，跟它后续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应用。那我们的子计划2是由我们的这个动物中心的这个谢翠娟老师带领下，那我们建立了不同的一个细胞株跟动物的品系，那来做一些比较基础医学方面的一个研究。那最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公卫系吴明昌老师所带领的这个临床流行病学的团队。那我们有这个高一胸腔外科这个李润一医师，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女超人的医师，那个开刀都可以开到半夜。那由她来帮我们这个做这个肺腺癌个案的一个收集。那同时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也加入了这个病理科的医师，那希望在这个
环境的因子造成肺腺癌的这个病理机转上面，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个讨论。那除了这些军师团，当然还有最重要陪我一起这个打仗的助理到 postdoc 到这个研究员，那我们一起共同来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OK， 所以以下简单针对我们第1年的这个执行的研究成果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介绍。那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请大家帮我简单记得这个三角形这个卡通图。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跨领域的团队。那我会从我这个中心的这个平台的这个部分的发展的成果，那去串联到我们的子计划1暴露评估、子计划2基础医学团队到子计划3临床的这个流行病学的团队。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团队来共同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油烟当中的 TTDD1 以及 TTDD1 的这个可能的 DNA 的 A 档，它是不是会存在我们的肺，以及它跟这个肺腺癌之间的一个关系，是我们想要回答的。OK， 那我们的这个核心平台 DNA Adatomic 呢，我们主要是利用一个质谱的一个分析的方式来回答这样子的一个的技术来做。那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以这个质谱方面如何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那方便大家了解我后面的一个研究的成果。那我们的这个 DNA 主要它包含了3个部分，就是磷酸、五碳糖跟碱基。那碱基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就是 ATCG， 就是我们 DNA 上面的4个碱基。那也是我之前提到，就是它最容易被这个基因毒性物质所攻击的一个地方，而形成 DNA A 档。那这个 DNA A 档，我们用质谱去做分析呢，它就是让这个物质形成一个带电的一个离子。那经由我们不同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碰撞，它会产生不同的碎片。用这样子的一个碎片的模式，碎片的一个结果来推断这个不同 DNA A 档的一个结构式。那同时，我们也利用了这个 DNA A 档，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中性丢失的一个扫描的一个模式，那就是在能量碰撞之下，只要你是 DNA A 档，它都会把这个五碳糖都会让它丢失，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质谱的类似是指纹，那以高解析质谱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个筛检，包括已知跟未知的这个 DNA A 档来做探讨。那这个高解析技术，它的这个困难点在于是说，因为我们这些的 DNA A 档，我们必须要在有限而且是很复杂的一个生物的样本之下，那来做这些非常微量的一个定量。那所以我们就必须除了有一系列的前处理的一个步骤，那也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比较高敏感性跟高专业性的一个仪器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技术。那在做 DNA ADA 的这个研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其实你的 target 的 DNA ADA 到底是要做什么？那在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在生物体里面这个 TTD 它会形成的 DNA ADA 有哪些。那我们一般的策略有2个，一个是跟我们的将我们的这个环境物质跟我们的这个碱基单独的碱基去做反应。那在这里我选的是我们一般做反应性比较强的，就是 G 跟 A 这2个碱基。那以这样子的反应形成一个标准溶液。另外一个部分呢，会是跟我们的这个 ctDNA 来做反应，来模拟这个物质跟我们这个人体的 DNA 结合下，它会产生的 ADA 的种类是哪些？那目前在这个国际上面呢，2个实验室分开的实验室，分别针对这个 TTDD1 跟 G 还有 A 在实验室里面的反应下，它会产生它的这个经过不同的反应，它会产生哪些的 ADA？那我是以这个 TTD1 维持它完整的这个长链状，当做是我们的这个 target 的 DNA 的ADA 的这个标的物，所以在这边在 A 跟 G 的部分呢，我选了这4个当做是一个外源性的一个 DNA ADA 的一个指标。那在过去针对这类的物质，我们叫烯醛类的一个物质，它也会形成一些内生性的一个 ADA。那我们就选了一样最常会出现的这2个来当做是内源性的部分。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开始来去评估说这个 TTD 它可能会产生的 DNA ADA 有哪些？那所以简单的呢，这个是 TTDD1 跟底 A 的一个溶液的反应。那这是一张晨曦图跟质谱图。那这里如同我之前提的，就是其实这个晨曦图里面的每一个 pig 它都是一个可能的 DNA ADA。那我们就去看我们跟文献上跟我提出来的这个 ADA 我们有没有找到一样的 ADA？ 那的确在这边红色的部分可以看到，就是我刚刚提出来跟 A 相关的 ADA。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其实醛类的物质，它是一个反应性很强的一个物质，所以它在这些反应或者是在本身的一些氧化还原的代谢过程当中，它也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变成比较短链的一个醛类，甚至是毒性比较强的一个醛类物质。所以在 A 的部分，我们也发现跟文献上一致说，它可以产生这个 HNE， 它是9个碳，就是的一个ADA 的部分。那所以我们进一步的针对 G 的部分来看，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文献上面发表的这个红色的3个，我们的确也可以看到。那另外也的确发现了文献上没有提出来，就是说这个 HNE 的 ADA 它是不是会跟 TDDE 有关？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找出这些 ADA。那这是在标准溶液的部分。那我们说在生物体它会形成哪一些的 ADA？ 那因为在生物体的部分，它面临到的一个挑战是它的含量非常的低，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的这个实验方法还在建制当中。那但是同时，我们把我们的反应的溶液送到了美国去，用美国的这个高解析的质谱来做一个分析，顺便也把我们的实验来做验证。那的确在他们的结果发现的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6个标的物，其实他们也都可以看到，而且它的反应量非常的高。那也发现了除了这个 TDDE 之外的醛类，已经知道可能毒性比较强的这些 ADA， 或者是目前还没有被报道过的这些 ADA， 其实他们也是有看到。所以依照前面的这些我们目前的结果，那跟修正之后，在这一年我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profile， 就是跟 TDDE 相关的 DNA ADA 的一个可能的一个 profile。那包括了就是目前文献上已经知道的这些 TDDE 的 ADA， 以及其他的还没有被提出是不是跟它有关，但是它也是已经知道是毒性比较强的这些 ADA。以及没有，我们持续还在分析的，就是除了这些 ADA 之外，还有一些是我们有发现，但是还没有被报道的。那这些 ADA 的重要性在哪里？主要是因为这类的 ADA， 它其实它的突变性很强，加上它的修复效率很差，所以它有被提出来说，是不是我们这个基因毒性物质导致癌症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那另外一个有趣的是说，这个内生性的这个 DNA ADA 跟外生性的 ADA， 它其实含量差了1/10，也就是外生性的这个 DNA ADA 它的含量会比较低，但是它的致癌性却会比较强，所以这也是我们其实想要进一步去探讨的。那所以在这个第1年的平台的部分呢，我们有做了这些的 ADA， 那我们就希望可以让它在我们的子计划1、2、3来做一个相关的连结或者是验证。所以在子计划1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暴露评估的部分，油烟当中的醛类物质来做探讨。那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是，目前在这个高温油炸下的这个油烟，它所产生的这个 particle 的粒径呢，它大概是在0.1个 micrometer 的这个粒径范围以下占的是比较多的一个比例。那这个粒径的大小呢，其实它又刚好是我们的这个肺，就是最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肺泡生成的一个粒径的大小，甚至它其实是可以是全身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计划的支持下，在这个彭全宇老师的这个暴露评估的团队，我们建立了这个模拟的厨房。那以及我们也有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醛类物质，空气当中醛类物质的一个采样的一个方式。那在这里，我们实验室呢，针对了不同的食用油、不同的烹调方式跟不同的食物，那我们检测了醛类当中的13种13种的醛类物质。那的确，我们发现了这个长链状的这个 TDDE， 它的含量是最高的，它对于这个总醛类的贡献度可以达到50%。那也因此，我们选择这个 target compound 来做后续的一些研究。那也因为醛类物质它的反应性强，所以在这个采样的方面或者是收集的方面，其实它不容易的去做采样。也因此目前其实还没有研究是针对油烟当中的醛类物质，让它去暴露在细胞或者是动物底下，因为它不好的收集。所以在这个沙克尔顿的计划的支持下，我们在第1年呢，我们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油烟当中醛类气胶产生的一个系统。那希望借由这个系统，它所产生出来的这个aerosol， 我们说油烟当中的 TDDE 的这个 aerosol， 可以跟实际上的油烟的粒径是一致的。那收集这样子的一个醛类物质，油烟烹饪过程当中的醛类物质，来供我们后续的这个细胞跟动物的实验。那所以当那个是示意图，那这个是我们实际上的一个采样产生器的一个采样的一个图。那在结果的部分呢，就是经过了这1年的这个仪器的设计跟调整之后，
我们的油烟这个产生器产生出来的这个油烟的粒径，它跟实际上的油烟粒径是差不多的，是在0.1个 micrometer 的附近。那在采样的120分钟之内呢，它也可以达到一个稳定的浓度，以及它的捕集效率是可以达到80%以上。那所以我们在第2年的部分就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在我们的这个模拟的厨房去收集这样子的一个油烟里面的 TDDD1来做相关后续的一些实验。那在子计划2的部分呢，针对动物的部分，由我们动物中心的这个谢翠君老师他所带领的这个团队呢，我们建立了2种不同品系的这个老鼠，一个是正常的 ICR 老鼠，另外一个是我们计划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这个基因突变属 LDH2 knocking 的这个 mice。那这个老鼠主要是跟这个Stanford University 合作，那我们引进这样子一个特殊的老鼠来做实验。那我们的实验设计包括有急性暴露跟慢性的暴露。那最后来分析看看它这个产生的 DNA ADA， 以及一些肺脏的一个 DNA 的一个伤害，以及早期是不是有一些早期的 precancer 的一些生理的一个状况。那在这里提的是为什么会引进这支 LDH2 这个 knocking 的这个 mice， 主要是配合我们的子计划3，因为其实在我们国人。针对这个醛类的代谢的这个基因 LDH2 deficiency 的这个基因，其实我们有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全世界排名第一，45%以上，它其实是有变异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动物跟 human 的一个 data 来看说，这个基因突变属它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暴露跟疾病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那所以在这1年当中，我们成功的引进了这一只的老鼠，那做了检疫，然后做了后面的这个配种跟繁殖。那我们要繁殖到第2代，就是繁殖到第2代才可以进行后续的一个实验。那在这张我们的这个基因型的鉴定的这个 P 下的图呢，也是让大家知道是说，我们其实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这个配种之后，我们的确有这3个基因型，包括 wild type 跟 wild type knocking 跟 knocking 的这3个基因型的老鼠，我们其实都成功的可以配种繁殖出来。那其实光是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就花了大概1年的时间，那到最后可以由这个老鼠自己繁殖的老鼠来做后续的一个实验。那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计划的一个支持，那在这边因为我们探讨的是呼吸的一个暴露，所以让我有机会可以请了这个中兴大学的这个兽医系的这个老师来协助我们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 workshop， 去建立这个小鼠的气管注射的一个技术。那主要是将这个 TDD 由气管的方式模拟我们呼吸的暴露，那打进到我们的肺部。那这个技术其实它难是难在我们在麻醉之后，我必须在非常快速，在1分钟之内，我必须要找到这个老鼠的这个支气管，在它还没有清醒之前，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暴露的物质打进去它的这个气管内。那我们目前也已经成功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那我们也把它制作成这个教学的录影带，供后续的一个教学上面的一个使用。那所以在结果的部分呢，我们目前完成的是刚刚提的那个正常的 ICR 小鼠，它经过高剂量的铺路的高剂量8周的铺路的一个结果。那在这边我们分了3组，就是这是 control， 这个是 vehicle control， 这个是 TDD treat 的这个老鼠。那所谓 vehicle control 就是它是有接受这个支气管注射，但是没有我们要的这个铺路物质。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H1 的染色的图呢，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它是气管的部分。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所谓的 vehicle control 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在气管的周围，其实它也有些微的这些发炎的现象。那这主要是我们气管注射的一个物理现象所造成的。那在这边让我们比较这个有兴趣跟 exciting 的一个 finding 的是在这个 TDD treat 这个组别。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不管是在这个是母鼠，这个是公鼠，其实在它的支气管的周围附近，它其实都有很明显的一个细胞增生的一个现象，甚至有很明显的这个细胞聚集的现象。那这个其实已经有点是这个产生这个 cancer foci 的这个部分。那此外，在肺泡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肺泡壁的结构其实它也有改变。那我们如果用比较高倍的显微，其实可以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周围的一个细胞，它其实有出现到一些有丝分裂，以及它的这个核有一些有一些核有变大的，我们叫做不正常的一个反应。那这些的一个组织学的一个染色的结果，其实它都倾向是说，它已经有出现这个像早期肺腺癌的一个现象。
那在这边，其实我们的6只的老鼠其实都有发现这样一致的一个现象。那进一步，我们利用了这个氧化这个 lipid peroxidation 最重要的一个这个 HNE，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氧化伤害压力的一个指标，也是我刚刚提的，它其实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这个醛类的一个物质。利用这样的一个抗体来做一个染色，那我们也的确发现，在这6只老鼠的肺部的一个肺部方面，的确它有比较强的这个 FOHNE 的一个指标的一个产生，它的这个咖啡色的颜色越深的话，代表它这个 HNE 的含量就越高。那所以我们 OK， 所以在目前动物实验的部分，这是在高剂量的部分。那我们的慢性的暴露的部分，因为它是持续6个月，所以我们目前是还在treat 老鼠，然后在已经做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实验。那接下来在子计划3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临床流行病学的部分。那我们就是建立了这个肺腺癌的流行病学的一个 cohort。主要就是在高一我们的胸腔外科收集这样的一个 patient。那在这个住院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收集他的一个问卷资料跟尿液的检体。问卷资料主要是去询问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史，尤其是这个烹调的部分。那在尿液的部分呢，我们会去收集这样的一个检体，来做一些我们问卷上面没有办法去控制或者是校正的一些干扰因子。当我们想要看这样子的一个油烟暴露跟疾病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主要用的是一个尿液当中的口汀宁的这个生物指标，因为它是一个抽烟比较已经知道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那来做我们的一些校正。那当他在开刀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收集他的这个血液跟他的一个 lung tissue 的部分。血液的部分呢，就如同刚提的，我们其实会去做一些重要的基因型的一些分析鉴定。那在这边我们还是以刚刚那个例子的话，就是 LDH2 这个重要的这个基因型。那在目前也有结果指出的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基因型，它在mutant 的这个 type 之下，它对于肺癌的这个存活率它是有影响的。那在在肺组织的部分呢，我们除了会去针对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毒物物质去做这个量测，看它在肺组织当中的浓度，以及进一步的去看它会产生的 DNA ADA 有哪些，这是我们这个临床流行病学要看的部分。那这边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是说，这是我们开刀切下来的这个肺组织。那这是一个女性54岁，那她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烹调这个主食的习惯呢，总共有34年。那1周会下厨7次。那它主要是炒，那平均一餐大概是30分钟。那它没有抽烟、二手烟、喝酒、槟榔这些的这个不好的危险习惯。那所以这边我们就会看到，这是整个切下来的一个肺叶。那这边是正常的组织的部分，就是我们瘤的部分。那在这里呢，它的 tumor 是在背面，这是它的 tumor 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就会去采集这个 normal 跟 tumor 的这个 tissue， 然后还有采集它的血液跟相关的一个检体来做后续的一个分析。OK。那我刚刚忘记提的是说，我们目前从这个萨克顿计划开始到现在，我们总共收集到了56个个案。那当初我我们在写计划的时候提是1年要收70个个案。那但是因为我们是因为 COVID-19 的一个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中间有间断了一段时间没有收集。但是我们目前还是有收集到了56个个案这样。那在目前我们已经有建档的35个个案，只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些肺腺癌的个案，它平均的年龄是在这个60岁附近，那以50到59岁占的比例是最多的。那教育程度60%以下，60%是这个高中职以下。那这个是14%，它是有家族的这个癌症的家族史的部分。那在这里比较有趣的是，在抽烟跟在主食的这个部分。女性的部分可以发现到，其实100%她们都是没有抽烟的，但是在主食的情况，其实90%以上她们都是有这些烹调史的习惯。那它的平均年限大概都是在30年左右。那这群个案我们在使用油的部分发现，其实80%它所使用的都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油。那我们主食方式还是以炒居多，再来是煎、煮跟炸的部分。那此外，在基因型的部分呢，我们也已经建立了这个实验室的一个
鉴定的部分，那包括我们有传统的这个 PCR、RFLP 跑焦的方式来鉴定基因型，以及这个 real time 的方式，用荧光的方式来分群，的确可以分出基因型。那我们后续就会鉴定这个重要的这个醛类的代谢的一个酵素基因，以及在一些这个肺腺癌一些重要的去毒化的一些基因来做后续的一些探讨，来看是不是这些，如果你有比较易感性或者是不好的基因型，它会去影响我们的这个油烟暴露导致肺腺癌的一个产生。OK， 那这是一个 timeline， 告诉大家是在这一年针对我们的这个 DNA Adatomic 的这个平台，我们主要做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包括从实验室的一些建立，到我们标准品的合成跟鉴定，还有一些生物检体的处理方式，到这个今年我们的还要做一些仪器方式的一些改良，到最后我们的确可以提出这样子的一个 profile。那在这边简单的用这个我们分子病学的一个架构图来让大家了解我们这个整个计划的一个整合度。那分子流行病学主要是探讨这个外在的暴露跟疾病的这个关系中间的这些不同程度的这个生物指标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因为有萨克尔顿计划的这个支持，那我们的这个不同的研究团队不同的这个建立了特殊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希望一系列的可以来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有这个呼吸暴露的评估团队，我们评估了这个油烟当中的醛类物质，进一步到进入人体内之后的一个所谓的内在剂量，我们去看这个肺组织当中的这些毒物的含量。那到进一步这个环境物质跟我们 DNA 做结合，也就是我们主要要做的这个部分，来看这个生物剂量效应的这个指标的程度。那再利用细胞跟动物的部分来看一些跟疾病相关的一些指标。那最后到这个临床的这个肺腺癌的一个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跨领域的整合型团队，那我们可以一系列的来研究这样子的主题。那我们这个整合型计划的延伸呢，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国际合作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暴露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这一年也持续的跟这个明尼苏达大学的这个 Professor Tim Weideman， 他其实也是做暴露评估的专家，那他对我们的研究也非常的有兴趣，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这个暴露的部分。那在 DNA ADA 的部分呢，当然就持续跟这个Professor Ralph Turisky 来合作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开发。那此外，跟刚刚提的这个 University of Stanford， 那针对这只老鼠，我们也想要看一下它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那除了学术上的研究成果，在过去一年，我在这个整合型计划的一些执行策略，那我以这个不同的时间点来做一个说明。那包括了我们其实每个月我们的团队都会有执行这个进度的一个报告。那此外，在国内我们其实也积极的跟一些学术的一个机构来做合作，那希望可以有机会在应用这些比较高解析的质谱仪来加速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开发。那当然我们也邀请了许多的这个专家来演讲，那跟我们题目相关的来提供我们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建议。那在每季的部分呢，我们跟国外大概2到3个月，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视讯的会议。那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荧幕，让我们感觉好像是这个实际上有跟他们就是已经在面对面的一个交流。那当然就会，我们过去也有一些互访的交流的参访，包括我们到美国或者是他们的研究员来台，那我们也一起申请这个 NIH 的计划，也都有固定时间在讨论。那在去年的部分呢，我们也协助了我们的环境中心举办了2场的国际研讨会。那这2个国际研讨会跟我们的这个主题也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也学到了很多。那另外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也举办了这个国际学者的一个圆桌的一个讨论的会议，以及请了这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举办了一个咨询会议，让他给我们一个这个研究的方向的建议。那在这个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针对于 DNA ADA， 就是如同昨天这个王老师提的，就是我们其实要对于这个一个新的领域的了解，那我们就会要去最重要的是就要去做这个 review 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是在针对 DNA ADA 的部分。那包括我们在台湾，其实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亚洲，其实做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人数都不多。那当然，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研究主题其实是没有。目前在国际上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在进行。OK， 那所以如同刚提的，就是我这才第1年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
成果，所以我们在发表的部分呢，我们当然没有非常好，还没有达到可以发表的一个程度啦。那但是我们目前还是有2篇在投稿中，那也是有一些在准备的一个论文，就是跟因为这个科技部的计划衍生出来的，那我们也在做准备当中。那当然最重要这个计划，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美国在2021年的时候申请这个 NIH 的这个计划，那我们目前其实已经有一体的计划在执行，所以希望借由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可以再让我们有这个永续的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发展。那最后我要感谢的，当然还是科技部的这个萨克尔顿计划的一个支持，让我们可以不能说从零开始去建立这样子这些平台，然后来完成这些的实验。那希望可以进一步的来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也感谢这个环艺中心的一个支持，还有美国的这个实验室的一个支持，跟中研院的一个合作。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研究的这个团队愿意跟我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那最后当然我还是要提一下，我尽力了，因为我家里还有2个小孩子，所以我尽我的能力在这1年达成以上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以上是我的研究报告，谢谢大家。